我最近要參加一個好大兒的婚禮，然後受我兒之托，我們要和他一起做出來300份這次婚宴給大家準備的伴手禮。因為考慮到他辦的是草坪婚禮，所以這個伴手禮包我們打算做點吃吃喝喝的東西。這第一樣東西是墊肚子的蒜香黃油麵包片，為了配合婚禮的氣氛，我們自己做了好多新型麵包，還調了個巨好吃的黃油醬。這烤完了有特別大的黑胡椒香味和蒜香味，然後吃着還特別酥。但是這新型麵包做起來太麻煩了，我就摻了一半法棍。就是我跟新郎講的也很明白，我說如果你想每片都做成新型的話，那基本可以確定你倆的1周年紀念日就是我們哥幾個1周歲生日。然後我們要做的第二樣東西是喜糖，但是这麼熱的天吃糖實在太乾巴了，我就買了300多斤水果，我打算做點果凍來占這個喜糖位。我們的計劃是1大帶6小，大包裝做鮮果果凍，果子都扒皮去核了，凍用的是茉莉花茶做的茶底凍，这冷藏下吃真的特別清爽。然後小包装呢，我們選了6樣水果榨汁兒，都做成了果汁果凍。但是快做完的時候，爹告訴我們臨時又加了10桌，也就是說我們一共得做出3000多個果凍，而且只能一個一個做。這是我們做這麼多東西以來第一次對數字感受到恐懼，真的，就我聽到這個消息的那一刻，我他媽感覺天塌了。等做完這些果凍，終於能消停歇會了。正好把前2天在得物買的愛馬仕香水打個試試。這香水特別好聞，是那種淡淡的香味，而且現在有活動，這一瓶到手才300多。點評論區置頂鏈接，打開得物啊，還有機會領1000元優惠券，裡邊還有好多適合夏天穿的小短袖，才不到100塊錢，特別合適，你們快去看看吧。然後第3樣東西，我們想做的是最近特別火的楊梅荔枝飲，不過為了喝的時候方便，我們只保留了楊梅果肉，最後做的是楊梅荔枝氣泡飲，並且做完就直接冷凍了，等拿到現场的時候正好是化的有點冰碴的狀態，喝着特別爽。完了最後一樣東西就純是為了湊雙數，新郎讓我自行發揮，於是我買了400張刮刮樂回來。最後把所有東西都給爹審了一下，爹表示非常滿意，然後我們就把每一樣東西都貼上了喜字和新人的 logo 貼。就這會兒我們已經完全是靠意念在支撐了，做這些所有東西我們整整幹了7天，每個人睡了不超過30個小時。不過好在最後沒耽誤什麼事兒，所有東西都準時擺到婚禮現場了。看着這麼多年的哥們嫁人，心裡還是挺感慨的。但是吃完席之後我就開始發燒，整整病了10天。後來我跟我這爹說，我說你倆可一定得好好過呀，真的，我們為這場婚姻付出的可真是太多了。我最近要讓这個一天熱死了，天天一動就一身汗，完了吃不進去飯，所以我買了400斤雞架和200斤其他。我打算做一個解暑3件套，好讓我和我的朋友們不至於在這個炎熱的夏天被活活餓死。但是沒想到這些東西批量制作起來居然這麼麻煩，尤其是這個雞架，差點沒給我們幾個做嘎了。我們得先掏掉肺子、貼骨血、皮燕子，還得再反復的浸泡和清洗，這樣吃的時候才能沒什麼腥味。然後我原本打算把這雞架上的雞腰子給做了，但是我們試吃了一下，發現這玩意兒香是真香，但說法也確實是挺大。就吃完這一小盤之後，直到凌晨3點，我看這哥倆眼睛裡還呼呼往外冒火呢。然後這雞架我們的做法是先滷後拌，滷完的雞架就已經非常香了。我後來又用這原湯調了一個特別好吃的拌汁兒，但是這會有一個特別麻煩的事兒，就是這雞架不能剁，只能掰，而且還只能掰一個拌一個，要不然就會出現分赃不均的情況。等把這些雞架都裝完了，我們就可以做涼拌面了。為了吃得香，我這次做的是蔥油涼拌面，而且每一份裡都配了1袋油炸花生米。這面條吃着酸酸辣辣的，是既開胃又爽口。但是麻煩的是每一樣東西都需要獨立包裝，就導致這個流水線特別混亂，後期甚至出現了一個人上廁所需要經過4個人審批的惡劣事件，就一度都要給我幹崩潰了。我現在明明是在家呀，怎麼處處飄着單位的髒風氣呢？然後我原本還買了5個烤箱，打算做點烤雞架吃，現在累的也不想折騰了。正好家裡還有幾個閒置的空調扇，都是全新的，就一起掛在閒魚5塊錢一個出給大家了。你們點評論區鏈接或者閒魚搜狗送就可以了，一定要認準加 V 的，可以關注一下，後面還會持續上新。你們要是有不用的東西，也可以掛到閒魚上賣閒置賺點錢。然後做綠豆沙的時候，我從泡綠豆到煮綠豆全部都用的是薏米水。就解暑雖然迫切，但祛濕也同樣重要，因為我們家這空調已經整整2個月沒關過了，我甚至覺得我每天上秤就是為了檢驗昨天的泡發成果。
這綠豆沙我是調味做的濃縮版，回家凍着直接吃，就是特別香濃的綠豆沙冰棍，也可以再兑點奶，那就會變成一杯帶着冰碴的綠豆牛乳冰。最後把這2000多袋東西都打包了，現在這餐包只需要回家加點配菜，用不了5分鐘就能得到一份既能吃飽又能吃爽的解暑套餐。然後要是想少刷一個盤的話，還可以直接做成鸡架拌面，這天熱沒胃口的時候整上這麼一頓可真是太舒服了。主要做完这些東西之後，哈爾滨就開始降溫了，在多數城市都40多度的時候，我們一直在過20多度的夏天。就這個天氣，我真的特別想感慨一句，當年投胎賭對了。和400人一起去露營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呢？事情是這樣的，我最近做了一個以物換物的露營活動，我們打算做300斤酸梅湯和600斤周黑鴨去和大家交換食物。不過計劃的挺好的，做的时候却遇到特別多的意外。先是因為下大雨，導致酸梅湯的原料送不到了，我們後來跑了半個哈爾濱的中藥店才把這些東西都買齊。然後準備熬湯和洗鴨貨的時候，家裡又停水了，無奈之下，我們只能搬着這700-800斤東西去我媽家求救。結果剛收拾了2個小時，這邊又停水了。我當時看着那水龍頭我都快哭了，我心這也不是本命年呢，怎麼能那麼這麼背呢？所以後來那幾天為了搶時間，我們基本就沒怎麼睡過。但是要命的是，這2樣東西做起來它就急不得，因為酸梅湯是用砂鍋熬的，只要但凡大點火，那就得漏得跟花灑似的。然後壓貨也不能急，因為每種压貨的时間和火候都不一樣，就只能一鍋一鍋干。我們前後一共滷了50多鍋，為了入味滷完又泡了一宿。不過過程雖然折騰，但東西做完了還是挺好吃的。這酸梅湯合成本9.5塊一瓶，喝起來味道特別純正，鴨貨滷的也特別入味，味道真的很像周黑鴨，但就是做的太慢了。後來打包的時候已經是我們出發前的最後6小時了，就看着那倒計時都要給我急死了，急得我只想上廁所，但是却一滴都尿不出來。真的，我上一次出現這種生理反應的時候，是我高考那年以為自己答不完卷了。然後早上4點多天剛亮的時候，我們就準備出發了。帶這麼多東西出門，多虧了這家庭6座豪華 SUV 理想 L8了，超大後備箱特別能裝，而且還有大床模式，玩累了可以直接躺着用3屏聯播看視頻，這也太爽了。露營模式還能對外放電，這絕對是家庭首選了。歡迎狗送乘坐副駕，希望驢們露營玩得愉快。到這之後，我們把天幕支上了，就開始等着大家來了。我們這個活動的規則很簡單，就是哪怕只帶一塊口香糖來，也可以換走一份我們做的吃的。其實這個活動有且只有一個參與門檻，就是玩的高興。不過來的朋友們真的都特別熱情，有帶狗的，有騎馬的，有带200個燒餅的，還有带300杯奶茶的。好多朋友還帶了自己做的吃的，都特別精緻。就這麼一比，我們幾個好像就是個廢物。然後還換回來好多有趣的東西，從英國來的 CD， 從沈陽來的雞架，從旁邊河裡現打的魚，還有這過2天就要結婚的喜糖。而且大家玩的也特別高興，分別組成了流水的麻將局、狼人殺局，還有永不散場的酒局，還有好多從頭到尾一直熱心幫忙的朋友們，真的特別感謝。所以陸續我們就把交換局做成分享局了，把所有吃的都給大家分了。後來我看情緒到了，我覺得是時候邀請大家喊出那句夯實的口號了。狗送好好活着。我最近特別愛吃小龍蝦拌面，但是這玩意兒每次做都是折騰半小時，完就吃5分鐘，所以我打算研究一下，看能不能做點小龍蝦浇頭，這樣以後想吃就不用现做了。然後為了能省點事兒，我剛開始想用現成的小龍蝦肉，但是這種肉吃着特別面，就直接讓我放棄了。後來我還買了好多種龍蝦尾，不過蝦尾不管怎麼處理，做完了都有很大的腥味，所以它也不能用。那么好既然条条大路都不通，那不如直接走老路。我们趕着早上5點半市場剛開門的時候，去一隻挑了400斤活的小龍蝦回來。到家之後，一人一個小板凳，咱們放下雜念，直接進入生產隊。這些小龍蝦刷完之後，我們就直接都給炸了。我的想法是趁它活的時候先炸，炸完了再去夾餡，這樣能最大限度的保證蝦肉的緊實。不過這麼處理起來就麻煩了很多。這400斤小龍蝦，我們8個人分解了2天才分解完。我感覺我活到現在，攏共都沒吃過這麼多小龍蝦。那後來幹的，給手指頭都纏上膏藥了，真是腫的沒邊兒了。然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光保留了蝦肉和蝦鉗，腦子裡的蝦黃我們也都摳下來了。雖然很多人說這玩意不能吃，但鑑於我們的生命難度，我的理念一直是我只管今天吃的香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是明天的事兒。
收拾完这些蝦，可算能消停歇会儿了。我们打算小酌一口冰白酒解解渴。这泸州老窖特取的冰饮白酒真的特別絕，酒體清澈透亮，喝起來口感冰爽醇和，絕對是濃香正宗的中國味道。這冰白酒每年夏天我們都得整兩口，尤其天熱的時候，那滋兒漏一口真是特別舒服。然後這些小龍蝦肉，我們打算做成2個味的澆頭，蒜蓉味的，我們整整扒了40斤蒜，然後炒了一大鍋蒜蓉醬。這現在空口就饅頭都特別好吃。香辣的是用蝦錢煮的底湯，所以這湯有特別香的蝦味。就這些小龍蝦呀，在我手裡算是徹底給他們用到頭了。最後要把蝦肉分別放到2個湯碟裡，再烹調一下。為了吃的時候方便，我們提前把芡都勾好了。現在這香辣味的是麻辣鮮香，特別入味。蒜蓉的也是有特別濃郁的蒜香味，就連這蝦錢嗦了起來都特別有滋味。然後就把做的東西都打包了，現在只要有手，在家只需要2分鐘就能吃上這麼一份味道濃郁的小龍蝦拌麵和拌飯。但是這麼算下來，這一份澆頭光食材成本就要合到80塊錢了。不過這種在小龍蝦裡找麵吃的感覺實在是太爽，尤其是晚上餓的時候，要是能迅速的吃上這麼一份大碟，我的天，我必須得說上一句：蝦門永存，愛。